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欢。今天讲的是奇幻爱情电影《28岁未成年》。今天是梁夏的男友毛亮承诺会向她求婚的日子。相恋10年，梁夏一直在期待这一天的到来。她化好精致的妆，满心期待地从毛亮的怀里拿出一颗钻石，但却被毛亮尴尬地告知，那颗钻石是买给公司老总太太的。毛亮曾口口声声说10年后要和她结婚，但如今梁夏已经28岁，他把最美好的10年给了毛亮，但却换不来一纸承诺。在好友的建议下，梁夏决定放手一搏，在好友婚礼上逼毛亮跟他求婚。你永远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男神。毛亮接到公司电话，匆匆离开。梁夏追出来，在电话中低声下气跟毛亮道歉，但得到的却是一句分手吧。10年的感情说断就断，梁夏一时无法接受。他拿起身边的巧克力塞进嘴里，吃下巧克力后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17岁的小梁夏竟然穿越到了28岁的梁夏身体里。小梁夏以为自己已经实现了所有的理想，如愿去法国留了学，成为了知名画家，但好友四眼白却告诉他，这10年来他唯一的成就就是有一个事业有成的男朋友。了解到现实后，小梁夏失望至极。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因为一个男人而放弃了当初的理想。毛亮回到家中和梁夏谈判，在他眼中，梁夏是一个不知进取的女人，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更是没有任何激情可言。他希望给梁夏一些补偿，两人能够和平分手，但他没想到，一直对他唯唯诺诺、言听计从的梁夏，竟然会说他不是他的理想型，而且还指责他耽误了自己画画。最后竟然直接对他下了逐客令。那我要求你走人，这里是我家。小梁夏在地铁上遇到了一个帅气男生，他拿出素描本偷偷画下男生的样子，男生也对他很有兴趣。本来会是一段美好的邂逅，但梁夏的意识突然回到了身体中，他无视男生的搭讪，直接走掉了。男生捡起他掉落的素描本，看到上面画着自己。同一时间，毛亮的新设计被投资方否定了，投资方拿出网上疯传的照片，希望他们能设计出和画里相同的风格。毛亮在照片中认出了梁夏，投资方听说他认识照片中的人，指明要和梁夏合作。梁夏恢复正常，他不想再给自己惹麻烦，打算扔掉从电视购物节目上买的奇怪巧克力，但毛亮却突然邀请他帮忙设计化妆品的包装。梁夏放弃画画很多年了，他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，因此拒绝了毛亮的提议。毛亮没有强求，小助理拿出设计图请毛亮审阅。梁夏看到连小助理都能得到毛亮的认可，他很不甘心，于是逞强说自己可以画，但他拿起笔却迟迟画不出来。为了不被看扁，他吃了巧克力并录下视频请小梁夏帮忙。被放出来的小梁夏本想帮他画画，但小梁夏从毛亮手机上看到妍妍发微博找他，因此忘记了梁夏的请求，满心欢喜地去找那个地铁里邂逅的帅气男生。妍妍知道小梁夏很久没看过整座城市的样子，她贴心地带小梁夏来到城市最高处。小梁夏看着万家灯火，她被妍妍的体贴感动了。17岁的小梁夏第一次体验到了被爱的感觉，就在她要献出初吻时，却被赶来的警察打断。他们被迫来到警察局，小梁夏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，但在妍妍眼中，她却是特别的存在。她饶有兴致地看着小梁夏，然后拉过她吻了上去。这是小梁夏的初吻，她还没来得及好好回应，身体便被梁夏取代了。梁夏发现自己被陌生男子亲吻，她狠狠扇了妍妍一巴掌，随后跟着匆匆赶来的毛亮离开了。然而不知情的妍妍却认为他脚踩2条船。梁夏回到家中尝试作画，但他画的却跟小梁夏的作品天差地别。他没有小梁夏的技术，更没有小梁夏的才气。为了不被毛亮看扁，梁夏拜托好友劝小梁夏帮他画画，但小梁夏比他想象的要狡猾得多。他不仅从好友四眼白嘴里逼问出吃一颗魔法巧克力可以保持5小时，还从四眼白手里抢了一颗巧克力。小梁夏再次找到妍妍，为了不让她逃走，妍妍带她到野外露营。跟妍妍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弥足珍贵，但5小时马上就到了。小梁夏不想再让妍妍失望，
他拜托梁夏替他亲一下妍妍，作为交换，他承诺会帮梁夏画画。恢复正常的梁夏回到帐篷里，姐姐，你长头发我也喜欢。把衣服穿上，送我回去吧。姐姐，你耍我啊！此后，他们约法三章，小梁夏负责画画，梁夏也不再干涉小梁夏去见妍妍。他们约定为彼此在喜欢的人面前保守秘密。在小梁夏的帮助下，梁夏顺利和投资方签约。他以为可以就此跟毛亮重归于好，但却偷听到毛亮说不想再继续和他走下去。梁夏看着毛亮10年前对他告白的视频，伤心之际误吃了魔法巧克力。小梁夏因此知道了梁夏被毛亮抛弃的事。他决心要帮梁夏找回曾经的自己，所以他画了一幅画送给梁夏。梁夏看到小梁夏留下的画，他被深深的感动了。他重新拿起了画笔，最后他在小梁夏的帮助下完成了全部的作品。在画展上，投资方要求梁夏现场作画，因为一直依赖小梁夏，他对自己并没有信心。但魔法巧克力只剩下10颗，他意识到不能再一直依赖小梁夏。最后他选择自己面对，他自信地走到媒体面前，拿起了画笔。在众人的掌声中，梁夏知道过去的自己回来了。重新找回自己后，梁夏开始审视自己失败的爱情。我只是不想再站在你的身后，等待你转身了。魔法巧克力只剩下10颗，留给小梁夏的时间不多了。梁夏希望小梁夏能够好好利用剩下的魔法巧克力，找到真正的幸福。小梁夏找到妍妍，却发现她身边有了别的女孩。他不知道，在他帮梁夏画画期间，妍妍因为等不到他，选择了放弃。梁夏醒来后，看到了小梁夏画的流泪的女孩，从画中他体会到了小梁夏的绝望。梁夏找到妍妍，想替小梁夏追回她。你知道我有多在乎你吗？我去帮别人画画，就是为了多点时间陪你。我想方设法跟你见面，你却找别的女人啊！我想要的你给不了我，我为什么不可以找别人？梁夏不希望小梁夏再把时间浪费在一个不爱他的人身上，他拜托好友把录下的视频给小梁夏看，但小梁夏看过视频后，却以为妍妍只是因为没有得到他才会分手。他找到妍妍，放低姿态说愿意把自己交给他，但妍妍对他的态度却十分冷漠。不仅如此，小梁夏还被妍妍的现任女友扇了一个耳光。他想去哪儿，我就能陪他去哪儿。你能吗？小梁夏跑回家，找到了剩下的魔法巧克力。他想要延长时间陪妍妍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。他一口气吃掉了所有的巧克力，然后跑到火车站找到了妍妍。但他还没来得及追上去，却因为吃了太多巧克力而食物中毒晕倒了。恍惚中，他只能看到妍妍消失在人海中。梁夏在潜意识中找到了绝望的小梁夏。咱们回去。你的世界里没人在乎我。小梁夏帮他走出了生活的阴影，他也想帮在爱情中迷失的小梁夏走出困境。他冲破了阻碍两人的玻璃墙，拥抱住落入水中的小梁夏。小梁夏，我很羡慕你的单纯无畏，你知道吗？你把这些丢失的美好又重新带给了我。我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但我觉得很值得。梁夏，我为咱们骄傲。再见。回到现实的梁夏努力生活，在事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毛亮最终醒悟，跟梁夏道歉求复合。但是如今的梁夏不再像从前一样会立马投入他的怀抱，因为他在小梁夏的鼓励下，已经有了勇气，不依附任何人，也可以活出美好的人生。别忘了点赞支持哦，咱们下期见。